阿朱姐，表姑娘，阿朱、阿碧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？说起来真庆幸啊！我们两个被西夏人绑起来押往西夏，哪知道半路上遇上了乔帮主，是他救了我们。是啊，那我大哥怎么样了？他一听说丐帮中人都中了毒，所以他就赶着去救他们了。哎，好像有人在哭啊。去看看。在这里。两位小师傅不要怕，在下没有恶意的。我看你们满头鲜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寺里来了一群番邦恶人，将我们师傅打死，就把我们俩赶出来了。番邦恶人，莫非是那些西夏人？小师傅，你们别哭了，你们是哪个寺院的？我们是天宁寺的，我们寺庙就在山下那儿。那些恶人呢，还带了一群乞丐，又杀鸡又杀鸭，真是罪过。你们别伤心了，快离开这里，再找个寺院落脚吧。师弟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师兄，实在太过分了。阿朱，你又在想什么？我想假扮乔帮主，教训那帮西夏人。阿朱，你想假扮乔帮主？你怕我扮得不像吗？就算你像，乔帮主的武功那么厉害，你也学不像啊。我可以不出手的嘛，只要拿到解药呢，就可以把丐帮的人救出来了。对呀，他们还会感激乔帮主，知道自己错怪好人了。那我就可以帮乔帮主出一口气了。你这个主意是不错，但是我怕你势孤力弱。喂，干什么？我很会易容术啊。你可以扮我们公子爷。你家公子爷？不行，他一表人才。阿朱，你这个主意不错啊。丐帮冤枉表哥杀了他们的马副帮主，如果表哥和乔峰救了他们，那他们就不会再起疑心了。任凭姑娘差遣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段誉也万死不辞啊。那就太好了，他们也没有什么人见过我家公子爷，你扮的不像呢，也不会露出破绽的。哦，慕容兄，果然气宇轩扬啊！哎呀，易了容之后啊，我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哎，阿朱姑娘，你看，段公子，你跟自己说，我就是慕容公子就行了。还有啊，一会儿呢，我就在那些西夏人面前大吹大擂自己，而你呢，就趁机去找解药。来者何人？哼！乔峰居然肯来见我，好，马上叫他进来。是元帅。丐帮乔峰见过赫连元帅，实在太好了。北乔峰，南慕容，两位的大名，本帅早已听过，也知道你们是中原武林上响当当的人物，尤其是乔帮主，在鹰愁峡一役领教过你的神勇。虽然你曾伤我，但是本帅大人有大量，只要你肯加入我们一品堂，本帅就绝不跟你计较。哼，哈哈哈哈！听说慕容公子他武功好，见识好，还会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吧？但是我看这个像个病坏书生似的，就不太像了。我岳老三还真不信呢，除非他知道我有什么拿手的武功呢，我就服他了。哦，别人我就不敢说了，你南海恶神岳老三的拿手武功呢，我就最清楚不过了。咔嚓一声把别人的脖子拧断吗？你今日呢还练成了一种好武器呢，就恶嘴锏和恶尾鞭练得不错了吧？啊，
就连我最近练成的新武器你都知道啊，佩服佩服。不算不算，你知道我岳老三的武功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要知道我师傅的武功呢，我就真佩服你了。你师傅是谁呀？如果说我的授业恩师呢，就不用说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最近拜的师傅呢，他的凌波微步在天下间就再也没人会了。凌波微步啊！哦，这种武功呢，世界上只有大理的段公子才会的嘛。你的资质这么低，他怎么会收你为徒呢？哎，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，那他们全都亲眼看见我跪下磕头拜师了啊！真的？何止是磕头啊，他还好怕他呢。那是不是？你要能走几步我师傅的凌波微步呢，我就信你的武功了得了。喂，那可真是太难了。好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好，有啊！好样的！你的凌波微步比我师傅走得好，佩服佩服！过奖过奖过奖！好啊，果然了不起。对了，乔帮主，今天来见本帅有何贵干？毕帮的兄弟得罪了元帅，失手被擒。乔某斗胆向元帅求个情，希望你高抬贵手释放他们。就这样啊？太容易了。刚才慕容公子已经表演过他的绝技，不知道乔帮主你肯不肯露两手，让我们见识见识？你要肯的话，那你的兄弟就可以随便走了。那，轻而易举，乔帮主，对吧？喂，美苏清风，有内奸，有内奸呢！努尔海在，快解药！解药，快！不行，小人无力。乔帮主，你来帮帮忙，解药在这儿呢。快去救人！哦。帮主啊，帮主，你救救我们呢！帮主，帮主，我什么呀？怎么样啊？来，起来。哎，行了，小心啊！哎呦，还有大批的弟子都分囚在其他的禁室，还有没有解药啊？啊，到西夏人的身上去找。哎，阿柱，走啊！来，有了。这脚是我还给你的。有西夏兵，可能丐帮兄弟就在里边。这个比你这么熟，别管他，救人要紧。徐长老，帮主，多谢帮主仗义相救，不计前嫌。哎，多谢帮主及时相救，否则丐帮遭此大劫，恐怕难以再在江湖上立足。不错，多谢帮主。哎，且慢，乔某却有相救之心，可惜尚未出手。各位已经……帮主，你既然肯出手相救，何以不肯承认呢？吴长老，乔某确实不明所以。但是刚才的确是帮主和慕容公子出手相救的。是啊，慕容公子。是啊，我并没有见过慕容公子。也许有人不想承认和慕容公子在一起，
所以否认一切吧。各位既然已经没事，乔某就此告辞。哎，帮主，徐长老，刚才的蜡丸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帮主，原来这张是通知我们西夏一品堂和大队人马杀到情报。只可惜当时徐长老未能让帮主及时拆开，才令本帮遭此奇耻大辱，真是误事。也就是因为没有乔帮主，敌人才有机可乘。不错，恳请帮主留下，继续领导丐帮。帮主，各位都是乔某的好兄弟，可惜乔某实在不能再当你们的帮主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既然如此，请你将打狗棒交出来。打狗棒，我早就交给你们了。不错，我们闻到毒气，打狗棒就不见了。乔某既然不想再当你们的帮主，今后和丐帮也就再无瓜葛。留着打狗棒又有何用？各位兄弟，后会有期。请。小兄，你好。慕容复酒后多时。丐帮得慕容兄仗义相救，乔某就此谢了。乔兄何出此言？那群西夏狗身中悲苏清风的毒，当然是你这个李延宗所干的好事。慕容复忍辱负重，留在西夏一品堂里做内应，就是希望能为中原武林尽一点绵力。可惜乔某连这个资格也没有。乔兄的事，慕容复也略有所闻。未知乔兄今后的去向如何呢？既然如此，何不与在下同赴姑苏呢？我亲生父母30年前遭人所害，我要追查这件事的真相，找出杀我亲生爹娘的元凶。慕容兄，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。乔兄的心情我明白，可惜天意弄人。乔某实在抱歉，未能为你上少林寺洗脱杀人嫌疑。如今乔某被视为契丹后裔，为世人所弃。乔某所说的话，没人再相信。乔兄顶天立地，做事光明磊落，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何须耿耿于怀呢？乔某就连自身的来历都未能确定。倘若我真是契丹人，过往我杀了不少童子，坏了契丹不少大事。倘若我父母为汉人所害，这30年来，我竟一直认汉人为父母，甚至连自己姓甚名谁也未能知晓。你说乔某是不是不忠不孝？人生糊涂至此，实在无颜面再立足于天地之间。公子，你们3位一起回来，小人就放心了。我们也是碰巧在渡头相遇的。公子，对了，公子，表姑娘他们3位呢？哎，他们不是已经回曼陀山庄了吗？3位姑娘不是和包三爷你们在一起吗？非也，非也，我们在杏子林丐帮大会之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。那就糟了，王夫人已经多次到燕子坞来找表姑娘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公子。公子爷，你知道表姑娘的下落吗？你们不是跟我说过，语言跟着一个姓段的小子在一起的吗？哼，姓段的那个小子老跟着王姑娘，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可惜，襄王有梦，神女无心，不足为惧的。
非也，非也，公子爷，虽然王姑娘对你痴心一片，但是姓段的那小子终日死缠烂打，万一大事未成，我也不想多谈儿女私情。对啊，男子汉应以大事为重，赴燕大计一日未成，公子爷你都万万不能分心啊！非也，非也，复国大计途长路远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莫非你想公子爷孤独终老吗？但是，所以说得好，先有国，然后才有家的嘛。非也，非也，就算公子爷娶了王姑娘为妻呀，也不见得会阻碍他的复国大业呀。但是万一有了家室之类，做起事来就难免畏首畏尾的嘛。非也，非也，王姑娘通晓天下武学，有她相助，公子爷只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嘿，我不同意。你们俩不要再争执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俩对我好，至于如何取舍，我自有主张。请公子。这边是要你谨记，你并非普通孩儿，你父姓慕容，是家中的唯一血脉，身负光复大燕的重任。平时娘怎么教导你的？一天12个时辰之中，4个时辰读书写字，4个时辰练习武功，4个时辰睡觉休息，养好强健的体魄。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大胆，偷偷的跑去玩！你怎么对得起慕容家的列祖列宗？你怎么对得起你爹？娘，孩儿知错了，孩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孩儿以后12个时辰都用来用功读书。神人共气。慕容公子矢志复国，2位家将忠心耿耿，真是令小僧肃然起敬。
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燕子坞？听说小僧冒昧，小僧乃是吐蕃国护法大伦明王鸠摩智。原来是吐蕃护国法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天到秦韵小筑大肆捣乱那个臭和尚。阁下恶言相向，岂是待客之道呢？废话！敢问大师造访寒舍有何见教？慕容先生生前是小僧的至交，小僧曾经许下诺言，要将大理6脉神界剑谱在先生的坟前火化，以为其在天之灵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所以今日专程到令尊坟前特来拜祭。冒犯之处，请公子见谅。原来大师是先父至交，失敬之处，大师请勿见怪。小僧不敢当，恳请大师到寒舍详谈，好让在下稍尽地主之谊。公子盛意相邀，小僧却之不恭。请。公子爷，还不请大师进去？是公子爷，请。